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事实证明，33岁的国民闺女谭松韵已走上另一条道路。与其他娱乐圈内的装嫩女明星不同，谭松韵似乎拥有基因彩票，天生拥有一张娃娃脸。即使如今已经33岁，她仍然保持着一张元气十足的脸和一双澄澈的眼眸，看起来就像一个高中生一样。她的无忧无虑的状态，甚至比很多高中生还要到位。殊不知，她之所以能够如此单纯，是因为她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精心呵护。然而，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女孩，却在一场意外中永远失去了她的母亲。1990年，谭松韵出生于四川一个普通的家庭。虽然家庭条件一般，但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，给予她满满的爱和关怀。这份亲情治愈了她的一生。谭松韵在小时候，无论是自己的生日还是6·1儿童节，都能收到父母精心准备的礼物。只要谭松韵有任何不开心，爸爸妈妈就会第一时间关心她。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，年幼的谭松韵白白胖胖，非常可爱，经常被亲戚邻居逗乐。当谭松韵10岁时，她的父母注意到她对舞蹈的热情，便经常打开电视让她跟着学习。他们还鼓励她给大家表演，以培养她的专长。为了让她得到更好的教育，他们决定送她去艺校学习民间舞蹈。虽然他们非常舍不得女儿离开家，但为了她的未来，他们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。尽管艺校的训练非常辛苦，但谭松韵对舞蹈的热爱丝毫未减。她勤奋练习各种舞蹈动作，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，赞扬她跳舞活泼且富有天赋。有一天，谭松韵在偶然观看《还珠格格》后，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她鼓起勇气告诉母亲，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演员。尽管母亲深知这条路的艰辛，但仍然全力支持女儿。她四处打探消息，最终为女儿争取到了在电视剧剧组跑龙套的机会。尽管只有几分钟的镜头，谭松韵的精彩表现却让导演大为赞赏。这次的表演经历更加坚定了她成为一名演员的决心。2007年，她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电学习表演。然而，演员的道路并不容易，即使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这种专业学校，谭松韵能够拿到的表演机会仍然十分稀少。谭松韵在大学期间，无论面试哪个剧组，导演们总会因为她的长相过于幼稚或与角色形象不符而质疑她。然而，她的父母一直是她坚强的后盾，无论她遭受多大的打击，他们都会耐心地安慰她。有时，谭松韵的母亲还会从四川飞到北京，为她精心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。谭松韵走上舞台的动力，来自于家人无尽的爱与支持，这份爱和关怀也将伴随她一生。一个充满阳光和爱的童年，会为一个人持续提供正能量，赋予他勇气去面对人生的挑战，坚定追求理想，永不言败。在父母的鼓励和支持下，谭松韵始终坚持在试镜的路上，最终在2010年凭借自己可爱的圆脸，成功获得了《甄嬛传》中纯贵人的角色，从无戏可拍到成为了国民闺女。虽然纯贵人在剧中只有短短几集的戏份，但随着这部剧的热播，谭松韵还是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她陆续接到了许多剧本。尽管她拥有娃娃脸，但她从未争取过女主角的角色。但无论是陈凯歌执导的电影《搜索》，还是《全民目击》，还是《富春山居图》，都可以说是大制作。因此，谭松韵不仅人气日益增长，演技也得到了显著提升。在2014年，她甚至得到了与宋丹丹合作的机会，成为宋丹丹的女儿。
由于宋丹丹的人气以及电视剧《幸福情迷》等等我的轻松氛围，谭松韵还赢得了国民闺女的美誉。从2005年在电视剧中初次客串，到在《甄嬛传》中崭露头角，再到拥有自己的品牌标签，谭松韵的演艺之路虽然充满挑战，但最终体验到了出名的喜悦。凭借这些积累，2016年，她终于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主角剧本，与国民弟弟刘昊然合作主演《最好的我们》。尽管已经26岁，但谭松韵仍然成功塑造了充满活力的高中生形象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而这一部剧也标志着她的事业开始步入正轨。然而，正当谭松韵的事业如日中天时，却遭遇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。她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不幸离世。这个噩耗发生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一辆酒后驾车的汽车在马路上撞向3名路人，导致1死2伤。大家对这起严重的车祸格外关注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谭松韵竟然出现在了这则新闻报道中。原来，谭松韵的母亲也成为了这3起事故的受害者之一。车祸发生后，谭松韵立即赶到医院，亲眼目睹母亲生命垂危的场景，痛不欲生。然而，尽管女儿的及时到达，却未能留住母亲的生命。尽管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了数十天，但谭松韵的母亲最终还是不幸离世。谭松韵在母亲离世的那一天，看着她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，心中感到无比窒息。她无法接受母亲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更不敢想象这场车祸给母亲带来了多少伤害。谭松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走出母亲离世的痛苦，因为她和母亲曾经经常通过视频分享生活中的点滴。谭松韵会定期向母亲报告工作进展和角色诠释的想法，同时也会关心女儿的日常生活。然而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谭松韵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时常会不自觉地拨通母亲的号码，但是结果却是徒劳无功。这场痛苦不仅给谭松韵带来了伤害，另外2个受害者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一场艰难而痛苦的离别。其中一位受害者当场去世，而另一位重伤男子则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很久，并且成为了残疾人。他的家庭原本就生活拮，这起事件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为了支付他前妻的医疗费用，全家除了怀孕的儿媳之外都外出工作。然而，突如其来的噩耗和照顾老人的重担，导致这个孕妇失去了她双胞胎孩子。然而，与那些承受了巨大痛苦的受害者相比，肇事方却显得有些无所畏惧。马某不仅在第一时间逃离现场，而且在自首后还不肯承担任何责任，令人震惊。马某的父母也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，甚至在抢救室外提出了给每家2万块赔偿金作为解决办法。面对3个破碎的家庭，马某的父亲说出了一句让人难以置信的话：因为你们，我儿子只能在监狱中过春节。谭松韵对马某提起上诉，但发现将马某绳之以法并非易事。尽管他努力克制了自己的愤怒，但肇事方的态度让他感到绝望。谭松韵无法忘记车祸现场母亲血肉模糊的惨状，一直在他脑海中萦绕，挥之不去。他决定要为母亲寻求公道。谭松韵为了为母亲讨回公道，选择了充满挑战的道路。他的对手权势显赫，且辩护律师是业内顶尖高手。然而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谭松韵不仅未能等到开庭，还遭受了众多水军的攻击。有人批评他利用母亲去世的事情进行炒作，同时也有人认为他要求的赔偿金额过高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有水军按照对方的指示，向谭松韵恶意重伤。谭松韵的爸爸也曾劝过女儿向前看，面对互联网上对女儿的非议，他害怕过多的误解会让谭松韵的精神状态崩溃。
虽然父亲的劝告曾动摇过谭松韵的信念，但他一想到母亲惨死的景象，便鼓起勇气继续前进。2年后，这件案子终于迎来了开庭的时刻。在庭审过程中，谭松韵面对肇事者的胡搅蛮缠和无端诋毁，一次次强忍住泪水，用确凿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虚假指控。在庭审中，他以极大的耐心，逐一回答了法官和在场所有人的提问，详尽地解释了事发经过以及他自己的立场。尽管马某的家人试图通过拖延时间来影响案件的进程，但他始终保持冷静，毫不动摇，直到案件最终得以定性。经过一系列的坎坷，法院最终做出了公正的裁决，马某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。谭松韵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当他读到判决书的那一刻，眼泪如泉水般涌出，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。在获得90多万元赔偿款的那一刻，谭松韵决定将所有的钱都捐出去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无论是疫情还是各地的水灾，谭松韵始终走在捐款的第一线，每次都会捐款几10万元。这是他对母亲最好的纪念，也是对所有善良母亲最美的缅怀。谭松韵在母亲离世后，依然坚持在演员的道路上。如今，他不仅参演了热播剧《以家人之名》，还成功转型。在31岁的那一年，他在大热古装剧《锦心似玉》中大放异彩，完美诠释了女主角的精明能干。谭松韵的每一次成功都赢得了无数的掌声和关注，但遗憾的是，他的母亲却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，因为母亲一直深深地爱着他，一生都为他操劳。结语：谭松韵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无辜可爱的小姑娘，也不仅仅是能够饰演高中生这类清纯角色的演员，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演技派。相信母亲在天之灵也会保佑她最爱的女儿前程似锦。